比起杨紫，你更喜欢哪位男配角？杨紫的10位男主演细数，其中一位井柏然，杨紫和井柏然合作过2次。2009年拍摄电视剧《少女泉》，2021年拍摄电视剧《女心理学家》。两人第一次合作，杨紫17岁，井柏然20岁，私下关系不错。据说是杨紫推荐井柏然出演电视剧《女心理学家》，两人还相处得很好。两人可以说是剧中的情侣，现实中的兄妹。乔振宇2016年与杨紫合作，主演电视剧《大婚风采》，两人在剧中饰演一对幸福的夫妻。乔振宇虽然是1978年出生，但脸上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被誉为古装之神，天上4大美人，可见人们对他的容颜有多么认可。该公司的声誉很高，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低调，再加上他的早婚，个人觉得乔振宇那种温柔稳重的感觉很适合杨紫。如果忽略他的年龄的话，首先是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两人因《青云志》中的戏份相爱，最终因性格问题分手，着实令人遗憾。欧豪和杨紫在2016年的电视剧《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中首次合作，后来两人又在电影《消防英雄》中合作，扮演了一对年轻的消防员。两人曾一场争吵，甜蜜和爱情，但面对他们作为消防员的职责如此坚决，他们的表演和故事是电影中主要的催泪弹。两人也在影片中完成了他们的婚纱照。欧豪帅气的形象和杨紫开朗外向的性格真的是绝配。肖战和杨紫的合作在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中蛰伏多年，这次也是两人第一次合作，非常期待肖战和杨紫的合作。小猴子可以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张一山不用多说，流星杨紫的老铁家里有孩子，最早就是大部分人都想把他们2人设起来，谁知道两人的关系太铁了，只有当好兄弟。上半年收视榜，肖战高居榜首，余生4轮上星，新剧也即将开播。上半年，江苏卫视发布黄金档剧收视榜，可以看到由肖战领衔的军旅剧《王牌部队》高居榜首，这也是肖战实力强大的又一大标志。带剧的能力，肖战作为90后的刘同之一，不仅拥有破流火辣，更是有着出色的演员实力。尤其是在军旅剧《王牌部队》中，肖战的表现相当亮眼。他饰演的角色顾伊亚诺需要从青年到中年，跨越整整40年，而肖战对每一个阶段的情绪和细节都非常了解，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表演中，堪称大师级人物。不仅是演技，这部剧的声线也是一大亮点。从一开始就在我的皇帝台词略带重庆普通话的口音，现在已经进步到可以和专业简历相提并论的地步了。这是他在幕后苦练的结果。今年上半年，除了《王牌部队》的播出，期待已久的《余生》终于在湖南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尽管这部剧历时3年，播出日期一再推迟，但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结果，该剧一经播出，收视热度一路飙升，在各项数据排行榜上位居前3，被腾讯官方认定为今年上半年的头条剧之一。近日，《余生，请多叫叫我》深圳卫视官宣将于7月13日下午剧场再次播出，这已经是深圳卫视第2轮主演，第4轮整个网络即将达到一个新的成就。这不仅是对《余生，请多指教》的认可，也是肖战扛剧能力的又一次证明。事实上，除了已经播出的剧集，肖战的新剧也即将播出。按照腾讯视频的计划，今年暑假应该还能看到股神偶像剧《玉骨遥》的播出，明星肖战和任敏主演。现在已经到了7月，暑假也正式开始了，相信这部剧离开播也不远了。《玉骨遥》是肖战的第1部古装偶像剧，而他一个人背着 S+ 剧集，更是证明了他的悲剧能力和实力。该剧讲述了孤寒的空桑王子石英与热情正直的红族郡主朱燕在一朵花上结下千古情缘，石英陪伴朱燕长大，两人携手保护空桑王朝。原著是苍月的朱颜，在小说圈里名气不大，在网络上的粉丝也屈指可数。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让这本书的粉丝跳到空中，并声称他们正在破坏原作。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比原作少了一定的热量和底盘，
但对于破顶流肖战来说，这并不是真正需要的。观众对玉骨遥有着前所未有的期待，尤其是在最新版预告片爆出后，这也是肖战和任敏第一次组队合作。对于这样的新鲜搭档，也对观众来说更是如此。据悉，玉骨将于7月底8月初上线，敬请期待。03，五位美女的区别有目共睹。励志剧《欢乐颂3》已经结束播出，该剧自开播以来就备受关注。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角色的名字都变了，演员也都换了。大多数网友表示剧情变了，不期待这部剧了。只能说第一部对观众的影响太大，尤其是演员。以前的《欢乐颂》舞美已经不能凑合了。《欢乐颂》首播至今已有6年，剧中演员的境遇大相径庭，有的一跃成为1线明星，有的不温不火，停滞不前，有的落魄不堪，名声大跌。01，刘涛是安迪。在《欢乐颂》的前2部中，刘涛饰演五姐妹中的大姐安迪，有知识有文化，作为投资公司的高管，不仅有魄力，也有商业头脑，是姐妹们心态最稳定的人，也是剧情发展的核心人物，是个妥妥的女强人。刘涛在拍摄《欢乐颂》时几乎是无缝对接，网赚其丈夫王珂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为了还债和维持生计，刘涛硬是靠拍戏赚钱。也有人说刘涛的丈夫欺骗了她，在结婚前谎称自己是奢侈品，实际是一个资产不稳定的商人。刘涛的外表很温柔，在此之前她扮演的是贤妻良母的角色，都有很强的女性气质。她第一次进入娱乐圈是因为外来媳妇本地郎中的角色，后来因为在《还珠格格3》中的出色表现被人记住。刘涛的好友秦海璐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刘涛以前走的是偶像派路线，但近年来她变成了实力派，并表示刘涛的演技在《欢乐颂》之后有了明显的提高。刘涛是因为《欢乐颂》才成功的，她目前在圈内的地位不高不低，不如周迅、孙俪等实力派有知名度，但也没有杨幂、杨颖等偶像派受欢迎，断断续续的直播带货，担任各大晚会的主持人，包括北京台的春晚，是个十足的大生意。但在《欢乐颂》之后，刘涛的演技一直备受争议，程式化表演、痕迹明显、服装难看等问题突出。年初的《初恋》一炮而红，白敬亭、赵今麦、刘奕君等演员的演技得到认可，而刘涛则成为这部剧中获得负面评价的演员。尽管刘涛的演艺生涯很丰富，但她似乎不再追求演技的精进，所演的角色都是一样的，除了自己，演谁都一样。02，蒋欣饰演樊胜美。蒋欣扮演樊胜美，一个出身贫寒的胡同公主。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让她嫌贫爱富，是个标准的助纣为虐。樊胜美有着大老板的野心和小市民的心态，总想往上爬。蒋欣不是科班出身，外表端庄，在人群中比较耀眼，尤其是172厘米的身高。她8岁开始客串童星，出道后拍了不少作品，都是配角，但口碑不错。2011年，蒋欣凭借《甄嬛传》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年仅28岁的她工资翻了很多倍。这部剧使蒋欣在开拍前成为舞美中最受欢迎的女演员。蒋欣凭借《欢乐颂》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可见她饰演的樊胜美对观众的影响。但这2部剧是蒋欣演艺生涯中唯一的2个高峰。导演郑晓龙曾坚持让蒋欣出演华妃一角，这也不无道理，因为她的角色很有个性。时隔多年，她被允许重演剧中的经典场景。这是蒋欣第一次扮演母亲的角色，她演绎了一个望子成龙心切的母亲，那种窒息的感觉让观众不由得心生恐惧。蒋欣的事业还算顺利，也有自己的代表作，但39岁的她还没有结婚，这着实让粉丝们着急。03，王子文是曲筱绡。由于没有经历过普通人的艰苦生活，她总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人相处，但她身上也有很多正能量，让观众对她又爱又恨。王子文也是因为《欢乐颂》而成功出道，在此之前，她一直是戏火不火，主角、配角都演过，在娱乐圈的资历可以说是很丰富。王子文的演技中规中矩，曲筱绡是在她最好的时候拍的，也是最适合她性格的一个角色。近年来，王子文最引人关注的是她的感情状况。网友们都知道，
她的爱情之路很曲折，至今还是个单亲妈妈。她和现在的富二代男友吴永安是在综艺节目《怦然心动》中认识的，虽然被认为是作秀效果，但他们最后确实成了。王子文和吴永安的恋情一直被过度猜测，似乎全国媒体都渴望他们分手。他们之前多次被拍到一起在商场购物，举止亲昵，像一对相爱的情侣。有网友在玉龙雪山见到王子文和她的男友，她的身材很好，可以看出她保养得很好，但也有衰老的迹象。当时她和男友的穿着好像不在一个季节，王子文穿着长衣长裤，吴永安穿着一条短裤。王子文现在的态度就像半退休，很少有影视作品。也许是因为经历过不完美的爱情，她懂得珍惜眼前人。现在的她是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小女人，事业大不如前。04，杨紫是邱莹莹。杨紫饰演的邱莹莹是舞美中最不起眼的菜鸟角色，也是剧中第4个女性角色。作为一个公司的年轻员工，她买面包前要先想一想，天性善良单纯，做事不计后果，说话直来直去，不懂技巧。杨紫以童星身份出道，凭借《家有儿女》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学期间也是北电的知名人物。凭借之前的光环，杨紫在2014年与霍建华主演了《战长沙》，但并没有什么反响。那时候，杨紫还没有摆脱学生的模样，演什么角色都不能让观众从下雪中走出来，脸也没有现在这么精致，更不用说当时流行的高级脸了。2016年出演《欢乐颂》后，她才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杨紫饰演的邱莹莹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女性，但她的表演不亚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戏骨，所以她凭借这部剧一举成名，获得白玉兰最佳女配角，成功挤进90后4大花旦。她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她现在是优酷的收视保证人，当然，投资人给她的资源也很到位。她是国内收视率较高的 S+ 级女演员之一。几年前，杨紫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欢瑞一姐，这一度让她的粉丝和公司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去年10月，杨紫没有与老东家欢瑞世纪续约，而是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团队。作为90后女演员中的佼佼者，杨紫尽管年龄不大，但无疑是舞美中最成功的一个。她已经成为一个顶级的流量明星，有很大的剧本选择空间。杨紫的待播剧《沉香如碎》很受欢迎，她正在拍摄的古装剧《长相思》也让粉丝们很期待。05，乔欣饰演关雎尔。乔欣饰演的关雎尔家境殷实，性格安静内敛，一步步听从父母的安排，表面上是父母喜欢的乖乖女，其实内心特别压抑，不敢面对随心所欲的负面后果，同时渴望成为像安迪和曲小潇那样的人物。乔欣在《欢乐颂》之前的作品很少，在大学里也并不突出，但因为她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性格安静不爱表现，很受表演老师刘天池的喜欢，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介绍到正午阳光团队签约。乔欣的长相不算特别出众，属于好看型。她又高又瘦，四肢纤细，和她出身优越一样，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一个内敛矜持的白富美小姐。她的演技只能算是及格，但是因为多年经验的积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进步。欢乐颂爆红后，乔欣的人气也不错。随后的角色改变了观众对她的第一印象，蜕变为独立的职业女性，但由于各方面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早年优势不存在，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乔欣通过参加综艺节目收获了不少粉丝。她在综艺节目中的各种演讲都充满了正能量，对于爱情和事业的问题，她似乎也很清楚。说起乔欣的明星地位，只能算是2线女明星，绝对比不上杨紫这个90后的顶级代表。但其实她并不担心缺乏资源丰富，她也时不时上热搜。与龚俊主演的《沉睡的花园》成为了她最近的代表作。06，王凯赵启平饰。王凯饰演的赵启平出身书香门第，他英俊帅气，工作稳定，收入高。他不像传统文人那样迂腐，但书生的身份却让他傲慢自大。一般来说，他看起来像一个书呆子。事实上，他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可以让他的女朋友开心。
王凯也是晚熟演员的代表。2005年进入娱乐圈后，作品众多，但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他的演技已经积累了，但是没有地方可以展示，而且他的作品档次也不高，所以直到2015年才很受欢迎。王凯因为谍战剧《伪装者》和古装剧《琅琊榜》而出圈。当时他与胡歌、靳东并称为铁三角。王凯在剧中的角色并没有其他两人那么多，但还是收获了一波粉丝，同时也获得了出演《欢乐颂》为数不多的男角色之一的机会。王凯拍完《欢乐颂》之后，作品的数量开始越来越少。据说是因为父亲病了，他才有了暂时离开演艺圈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拍戏。2018年，王凯主演《大江大河》中的宋运慧，实现了收视和口碑双赢。王凯的演技一直都是高超的，这也是他能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走到一个国家知名度更高的实力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出色的演技和帅气的外表。在大河之后，王凯还出演了大型古装历史剧《清平乐》。作为演技派的王凯，一直都是靠作品说话，用鲜活的人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他拍戏非常低调认真，就像一股清流。07，靳东谭宗明是。靳东饰演的谭宗明是一位有商业头脑的圆滑老板，是安迪的直属上司，也是一位传奇商人。虽然对安迪有好感，但没有勇气表达，最后以朋友的身份保护心爱的人，所以也是个性格多元的角色。靳东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特等生，但他学的是音乐剧而不是表演，所以他也是非专业的学生。他23岁才入学，毕业后一直处于北漂状态。从1993年开始演戏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网友和艺人都喜欢称他为老干部。靳东也是一个大器晚成，39岁因《伪装者》爆红，他饰演的明楼深入人心。他还提名了国内表演行业的许多重要奖项。其实在这里，他虽然之前有很多作品名气不大，但也帮助他磨练了演技。继《伪装者》之后，靳东本人和粉丝都将他定位为演技高级派。他扮演的角色必须端庄大气，而且只能扮演男主。友情客串《欢乐颂》也饰演了大商人，因此有网友指责靳东飘，放不下个人包袱。在很多人的质疑声中，靳东以一部又一部口碑佳作刷新了观众的认知。《爱情先生》《我的前半生》等剧集在同期剧集的收视率中，靳东一度成为广大网友妈妈们心中最完美的男神，老粉数不胜数。大叔圈顶流靳东每年稳定产出2部作品，也是观众心中的完美男精英。娱乐圈里和他同定位的人都没有他那么出名，影响不是很大。在入组拍摄《底线》之前，依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08，杨烁饰演鲍一凡。鲍一凡在第2部成为安迪的男朋友，从剧情边缘一跃成为核心人物。他是一个英俊浪漫的富二代，有眼光，有行动力，有魄力。从表面上看，他非常愤世嫉俗。他有公司管理的头脑，不善言辞，但做事脚踏实地。杨烁前2个角色设定的变化，也能看出观众对角色的喜爱。有网友表示，杨烁的成败就在《欢乐颂》中，这也让他离不开世界石油的标签。也有人一直称他为石油之王。杨烁早年出圈，是因为和佟丽娅一起拍过《剑侠情缘》，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是他们的 CP， 但最后他们都结婚了。在后来的作品中，《欢乐颂》也火了，但他确实拿到了不少红利，还可以作为常客参加芒果台的综艺节目。杨烁曾参加过真人秀《跨界歌王》，虽然总觉得自己的表演太重，演技一般，但歌声确实很动听。霸气又温柔的烟熏嗓音能震撼全场，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在当时的节目中大受欢迎。3年前，杨烁父子参加芒果台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6》，因为过于严苛，也被网友称为让人窒息的父亲，但儿子的暖男属性却格外吸引人。现在杨烁和妻子王丽雯已经育有一女，一家人幸福美满。杨烁体格健壮，戏里戏外都有大男子主义的形象。从最近的照片来看，因为经常锻炼，他的身材管理得很好，
整体还是很帅的。杨烁因片酬高等负面消息而名声下滑，但还是出演了很多作品，从2部《大江大河》到《军旅剧刀袭重中之重逆光》等。但他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这部剧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时隔6年，以上8位演员在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客观上也存在差距。这部剧真的演了好几遍。《欢乐颂》中你最喜欢的演员是谁？